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來聊一個非常經典，卻總是被大眾嚴重誤解的超級難題：我們到底應不應該讓政治滾出體育？其實，很多人一聽到這個題目，會立刻嗤之以鼻，認為這根本是天方夜譚，或者是某種不切實際的天真幻象。他們會告訴你，這就像是要求天氣不要影響英國一樣不可能。但是這種直覺性的反駁，完全搞錯了我們今天這場深度解析的核心。關鍵在於一個英文單字 would， 也就是我們會選擇怎麼做，而不是 does， 也就是現狀是什麼樣子。我們絕對不是在否認現實世界中，體育早就已經與政治權力糾纏不清。我們都知道，希臘人曾經為了奧運而暫停戰爭。我們也知道，冷戰時期的蘇聯曾把跳遠和體操當成展現國力的國家武器。我們更清楚，國際足總將世界杯主辦權交給卡達，這背後牽涉了多少複雜的金錢與利益。我們確實就活在這樣一個充滿缺陷的現實世界裡。不過，我們今天要用嚴密的邏輯去推演的是，面對這樣殘酷的現實，我們是否應該在制度上、在政策上，刻意且結構性地做出一個更好的選擇？這絕對不是一個天真的夢想，而是一個極具顛覆性，而且我們必須去執行的必要之舉。重點來了，為了徹底拆解這個複雜的議題，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清晰的分析架構。我們今天的邏輯路徑包含6個階段：第一，我們探討體育政治的邊界；第二，我們釐清個人良知與國家武器化之爭；第三，我們回顧慕尼黑奧運留下的血淚教訓；第四，我們剖析國際體育機構現存的制度盲區；第五，我們拆解內部矛盾與外部操弄的邏輯謬誤；最後，我們探討如何奪回純粹的體育本質。我們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第一部分，我們要先界定體育政治的邊界，區分什麼是無法避免的必然，什麼又是刻意為之的操弄。任何反對把政治趕出體育的人，通常第一步都會先搬出龐大的歷史資料。他們會長篇大論地告訴你，從冷戰時期的獎牌數量、軍備競賽，到各個主辦國利用體育賽事來宣揚國威，體育從古至今從來沒有乾淨過。沒有錯，我們完全承認這個客觀的歷史事實。但是，承認歷史事實，並不代表我們就要全盤接受所有的政治力介入。在邏輯分析上，我們必須畫出一條極其明確的界限。第一種情況，我們稱之為無法避免的常態。任何人類建立的機構必然會包含人類的價值觀，體育永遠不可能處於100%的真空無菌狀態。但是，另外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我們稱之為刻意的武器化。這是指國家機器或強權蓄意且結構性地把體育當成達成地緣政治目的的工具。前者是人類社會運作的必然結構，但後者絕對是當權者人為的刻意選擇。我們今天要防堵的，要嚴厲解決的，正是這個刻意武器化的選擇，而不是去強求一個毫無瑕疵的完美烏托邦。接下來進入第二部分，個人與國家武器化之爭。我們必須定義真正的目標。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在任何深度的邏輯辯論中，誰掌握了名詞的定義，誰就掌握了整個戰局。當我們主張要把政治趕出體育時，這裡所謂的政治到底指的是什麼？我們必須系統性地把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徹底分開。第一種是運動員個人的良知展現，例如1968年墨西哥奧運頒獎台上高舉黑手套致敬黑人權利運動的湯米·史密斯與約翰·卡洛斯，或者是因為拒絕徵召參與越戰而寧可賠上4年職業生涯巔峰的拳王阿里。這些偉大的運動員，我們對他們致上最高的敬意。我們也絕對要用盡全力保護他們自由發聲的權利。但是，我們真正要抵制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怪物，那是外部的政治實體與強大的國家機器。他們利用體育作為籌碼，在國際舞台上購買合法性與權利。這兩者在層次上、在影響力上、在道德動機上，完全是天壤之別。我們絕對不能混為一談。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理解國家級別的操弄有多麼誇張，我們直接口述一個具體的數據：2000億美金，這是卡達為了舉辦一場世界杯所砸下的驚人預算。2000億美金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這筆錢足以建立起好幾個國家的國防系統或是頂尖的基礎建設。大家仔細思考一下
一個國家花費高達2000億美金去辦一場為期1個月的體育賽事，你真的相信這只是出於對足球的純粹熱愛嗎？當然不是，對吧？這是一場經過精密計算的地緣政治戰略。他們買的從來就不是足球，而是國際形象的洗白。他們透過全球數十億觀眾的目光，來重塑自己國家的合法性與國際地位。這就是最純粹的體育武器化。這與運動員個人在賽場上的政治表態，根本是處在完全不同的宇宙。第3部分，慕尼黑奧運的血淚教訓，這是一個體育本身成為武器的悲慘案例。為了更深刻理解這種武器化的極致破壞力，我們必須回顧歷史上最極端也最令人心碎的案例——1972年9月的慕尼黑奧運。很多人在辯論時會爭辯說，邊緣的困難案例不能抹殺核心問題的明確性。但是，慕尼黑的悲劇正是我們這個議題最明確的核心。當時的西德奧委會主席威利·道默刻意將慕尼黑奧運的選手村設計得非常開放、非常歡樂。那個選手村沒有荷槍實彈的軍警，甚至連最基本的安全防護都刻意降到最低，因為他想向全世界展示一個與1936年柏林納粹奧運完全對立的和平且友善的新德國。這份善意幾乎是一張發給全世界的無條件邀請函。然而，8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9月的成員殘酷地利用了這個邀請。9月5日凌晨，他們輕易翻過毫無防備的圍牆，闖入以色列代表團的宿舍，當場殺害了2名運動員，並挾持了另外9名以色列人。當天晚間，西德警方的救援行動更是災難性的失敗，最終導致剩下的9名以色列人質全數罹難。在這場震驚全球的慘劇中，我們其實必須看透黑色9月冷酷且精算的戰略邏輯。他們非常清楚，在傳統的軍事對抗中，他們是不可能打贏以色列的，所以他們刻意選擇了奧運會。為什麼是奧運？因為當時有高達9億人正在觀看電視轉播。體育的全球關注度，德國背負的沉重歷史包袱，還有那個為了展現和平而毫無防備的選手村，這些原本讓奧運顯得如此美麗的特質，在那個恐怖的早晨，全部變成了最致命的弱點。體育在這裡絕對不是什麼政治衝突的無辜背景，體育的影響力與開放性直接被敵人拿來當成了屠殺的舞台，體育本身就成為了武器。面對慕尼黑事件的慘痛歷史，反對我們觀點的人最常說的借口是，那只是一個極端的歷史例外，我們不能因為最壞的情況就去限制體育的現狀。這種說法在邏輯上簡直荒謬至極。大家想想日內瓦公約，日內瓦公約為什麼會存在？正是因為如果沒有強硬的結構性約束，最壞的情況就不會只是一個例外，它會變成人類必然的終點。如果我們不為體育建立起阻絕外部政治勢力操弄的高牆，慕尼黑的流血悲劇，或者是卡達式的金錢洗白，就會不斷的重演，防堵介壞的情況發生。這正是政策與制度存在的唯一理由。我們繼續聊下去，第4部分，我們要進入體育機構的制度盲區，探討法律的灰色地帶。如果我們真的要把國家政治力趕出體育，我們就必須嚴格檢視目前掌管全球體育的這些最高機構。如果你仔細去挖掘，你會驚訝地發現，這個龐大體系的運作方式存在着一個巨大且完全不受任何監督的法律灰色地帶。我們來解剖一下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CAS， 以及國際奧委會 IOC。這其實非常諷刺。CAS 本質上只是一個私人的仲裁機構，它掌握着全球無數運動員的職業生涯與生計，但它完全沒有任何民主授權，它也不是由任何國際條約所建立的法定組織。它一開始的設計初衷，充其量只是用來解決誰吃了禁藥，或是球員轉會費談不攏這種體育內部的糾紛。但是現在呢，這些機構的運作模式簡直就像是一家位於瑞士蘇黎世的高級私人高爾夫俱樂部，一群從來沒有經過民意檢驗的人坐在裡面開會，卻實質上做着影響全球數千萬人的外交政策決定。這種不受公眾監督的龐大權力，直接導致了系統性的偽善與雙重標準。我們舉一個最血淋淋的例子。當烏克蘭戰爭爆發時，國際奧委會迅速且果斷地全面禁賽俄羅斯。你可以主張這是一個基於和平原則的正確決定，很好。
但是同時，面對加沙走廊的嚴重衝突，他們卻拒絕對以色列採取相同的集體競賽標準。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這兩場戰爭的對錯，我們身為分析師，要看的是決策機制本身。這兩次截然不同的決定，毫無疑問都是高度複雜的政治決定。但核心問題來了，到底是誰授權他們做這些地緣政治決定的？他們受制於什麼樣的國際法律挑戰？他們需要向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選民負責？答案非常殘酷，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法定程序可以實質監督他們。這就是體育被少數私人機構政治化之後最危險的制度盲區。第5部分，內部矛盾與外部操弄。我們要來徹底拆解反對者的邏輯謬誤。當然，反對我們觀點的人也是省油的燈。他們最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政治從來沒有離開過體育啊！你看柏林奧運，你看冷戰的抵制。其實啊，這種論述只是在描述疾病，而完全沒有證明我們不該尋求救藥。大家想象一下，這就好比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工廠就一直在排放廢氣和黑煙。難道我們會因為工廠本來就會排煙這個長久的歷史事實，就放棄制定環保法規，不去管制工業污染嗎？當然不可能，對吧？體育被政治污染確實是個長期的病態，但這絕對不代表我們就該雙手一攤，放棄任何治療與防堵的可能。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有人會拿過去國際抵制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成功案例來反駁，說這就是政治介入體育帶來的好處啊。但是只要我們把這兩種行為的本質拿來進行深度對比，你就會發現其中的巨大差異。我們整理出明確的对比邏輯。當年對南非的抵制是多個民主國家透過透明的政治程序，基於明確的國際法原則所共同發起的。那是由具備民意基礎的國家實體在適當的層級做出了負責任決策。這跟現在那些躲在黑箱裡完全不受監督的私人體育機構所做出的武斷競賽，在正當性上是完全無法相提並論的。在我們主張的制度下，民主國家基於人權的合法抵制依然可以存在。我們真正要排除的是那些缺乏授權、黑箱作業的任意政治操弄。另外，反对者最狡猾的一招就是拿跨性別運動員的爭議來做文章，比如大家都聽過的 Lia Thomas 游泳事件。他們會振振有詞地說：“你看，連女性身體的定義都是證據建構的，所以體育根本離不開政治。”這是一個極其惡劣的脫換概念。關於什麼是公平競爭，我們該如何依據科學來分類運動員的身體條件，這確確實實是一個困難的體育內部爭議。科學界與道德價值觀確實在這裡產生了激烈的衝突。但是，請大家仔細釐清，這跟專制國家砸下幾千億重金買球隊來洗白獨裁政權這種外部武器化行為，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兩回事。反對者企圖用體育內部的科學難題來偷渡、掩護外部國家機器的政治操弄，這種論述在邏輯上是絕對站不住腳的。第6部分，奪回純粹的體育，這是一個激進但也無比重要的選擇。經過前面這麼多層的邏輯拆解與歷史對比，我們終於來到了今天這場解析最核心的終極拷問。當我們剝去所有這些被操弄的政治外衣，我們必須捫心自問，我們人類創造體育這個機制的初衷究竟是為了什麼？讓我們回顧今天檢視的2大鐵證。慕尼黑的悲劇用極為慘痛的代價告訴我們，當體育成為一個毫無邊界約束的全球化舞台時，它會立刻淪為恐怖主義與極端暴力的展演場。而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的例子則向我們展示了，如果我們不建立起堅固的制度防火牆，威權體制就可以肆無忌憚地用金錢買下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直接洗白他們的統治合法性。這些都不是學術推測，這些都是已經發生且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血淋淋證據。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承認體育沾染政治的歷史，不代表我們必須全盤接受國家機器的惡意操弄；第二，現今的國際體育仲裁機構缺乏民主授權，往往淪為雙重標準的政治打手；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對體育本質的堅定信仰，讓來自世界每個角落、各種政治體制的人類褪去他們國家賦予的沉重標籤，單純只用他們身體的能力，在完全平等的規則下進行競技與評判。這從來就不是什麼小孩子的天真幻想，
在這個充滿撕裂、仇恨與政治算計的世界裡，這是一個極度強大、極度激進的選擇。而這個純粹的競技場，絕對值得我們傾盡全力去捍衛。所以最後的問題留給大家：面對這個不再純粹的體育世界，我們是要雙手一攤，無奈地接受政治操弄將成為體育永遠的寄生蟲，還是我們有足夠的勇氣與智慧，在制度與結構上刻意地、堅定地去做出一個更好的選擇？我相信我們絕對做得到，而且為了體育的未來，我們必須這麼做。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哦，體育無法完全脫離人類價值，但我們必須拒絕國家機器將其武器化。從慕尼黑的悲劇到無民主授權的國際奧委會，唯有透過制度切斷外部操弄，才能守護體育純粹且平等的激進本質。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